上个职校还要抢。以前考不上高中才去职校，现在考不上职校才去读高中。曾经为差生兜底的职校，如今学霸连夜排队抢名额。这几天，2026年的中考录取现场把全国人民看懵了。北京昌平职业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，计划招生800人，现场却涌来数千名家长。有人凌晨3点就支起帐篷，带上小马扎，裹着毛毯，蹲在大门口排队。最魔幻的是啥？排队的人群里能看到人大附中、清华附中的校服，那些传说中985、211预备役的孩子都来抢一所职校的名额。广州一个男生中考考了708分，完全可以选一所顶尖名校，却放弃了读高中，报了一所职业院校。广州首批3+4中本贯通试点，只招40人，6366人报名，录取率低至 0.6%。2025年，杭州还有多所公办职高招不满，仅仅1年后，公办职高几乎全额招满，甚至出现了 ID 200分上普高，600分上职高的反转。那个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，怎么突然就成了升学的香饽饽？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别城市的偶然现象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这是一场席卷全国、颠覆固有认知的教育观念大地震。北京昌平职业学校计划招800人，现场超5000人报名，录取率只有 16%。热门专业30个名额，600人报名，报录比20:1。深圳中职录取最高分579分，已到深圳10大普高门槛。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数字影像技术专业以548分居首，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很多普通高中的录取线。有职校老师工作20年，从没经历过这么紧张的招生。自从自主招生开始，办公室电话就没断过，他把座机转接到手机上休息的时候，也尽量接电话，还是被家长投诉学校打不通。翻译成人话，以前求着家长来报名，现在家长求着学校给个名额。很多人想不通职校有啥好的，值得学霸们抢破头。答案就3个字：确定性。第一个，确定性。升学确定。过去读职校最大的恐惧是升学断头路，3年职校读完考不上大专怎么办？一辈子当工人。现在不一样了。2022年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，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。中职学生和本科之间有了通道3+2贯通，培养中职3年加高职2年，大专文凭到手3+4中本贯通。中职3年加本科4年，本科文凭到手。关键是转段考试远比高考简单得多，380分读普高，多半是陪跑3年，最后还是大专。但如果你选职校贯通班，本科基本就锁定了，不仅绕开了中考，还绕开了高考。有家长说的直白，过去一提中职，心里总悬着一块石头，3年后怎么办？能不能考上大专？考不上怎么办？现在贯通培养让未来有了确定性。翻译成人话，读普高是3年后拼一把可能本科，可能大专。读职校贯通班是7年稳稳拿本科，不用拼，你选哪个？第二个确定性，就业确定。普通本科毕业生面临的困境是什么？有学历，缺实操，难落地。今年高校毕业生又创历史新高，2本、民办本科的毕业生投几百份简历，石沉大海。职校生呢，毕业前就被企业预定。教育部202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，全国1524所高职院校2026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1.7%， 比普通本科高出 2.3个百分点。更扎心的是，薪资高，职生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5870元，与本科生的6210元差距缩小至历史最低的340元。而在智能制造、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，部分职校生起薪直接碾压普通本科生。也就是说，你读个普通本科毕业可能送外卖，我读个职校毕业就被企业抢，这账谁不会算？你以为职校还是过去那个教室破、设备旧老、湿混日子的地方？太天真了。2026年，教育部增补了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，专业智能体、通信技术、氢能工程技术、具身智能计算技术、城市更新设计技术，全是新产业、新赛道。职校的专业设置正在动态调整，职业学校年调整，专业点超 20%， 跟不上产业的专业被砍掉，对接新产业的专业火速上马。谁赢了，谁输了？这场学霸抢职校的大戏其实没有输家，学霸赢了，他们用分数换来了确定性，确定的升学路径
确定的就业前景，确定的技能积累。职校赢了，从前差生兜底的刻板印象被彻底打破，优质生源涌入，办学质量水涨船高，产业赢了，高端制造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这些国家急需人才的领域，终于有了源源不断的即插即用型人才。但最大的赢家是选择本身。当一个孩子选择职校，不再被视为走投无路，而被看作审时度势，这份选择本身便拥有了尊严。有教授说得好，必的现在谁歧视职校，说明见识太低。因为今天的职校已经不是昨天的职校了，昨天的职校是考不上高中的退路，今天的职校是看得清未来的明路。最后说句实在话，你嘲笑职校是差生收容所，可你不知道现在的职校录取线已经干翻了普高。你觉得读普高才有面子，可你不知道职校生毕业起薪已经追平甚至超过了本科生。你还在纠结职校低人一等，可学霸们已经在用脚投票，把职校的门槛踩烂了。谁才是那个跟不上时代的人？你自己品。而那个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，正在用最硬核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一件事：教育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